最新觀測大消息，科學家發現，星際訪客 3ILS 穿越太陽系的時候，竟然會冒出 X 射線訊號，像在太空裡點亮一盞看不見的高能燈。就在12月初，科學家捕捉到一個非常罕見的目標，它不是我們太陽系土生土長的成員，而是從外頭闖進來的陌生客。天文學家動用了歐洲航天局的 XMM 牛頓太空望遠鏡，真的測到 3ILS 在行星際空間飛掠時，周圍出現了 X 射線輻射訊號。這種用 X 射線看彗星的方法其實並不常見，但它等於是開了一條新路，讓我們能用不同角度去摸清那些在別的恆星周圍誕生的物質到底是什麼做的。這批數據就像多添了一層偵探線索，幫助我們更持續、更具體地理解星際天體怎麼活動、怎麼噴氣，以及它的成分可能長什麼樣。接下來這支影片，我們會把重點講清楚。XMM 牛頓到底看到了什麼？為什麼偏偏是 X 射線這麼關鍵？還有這件事對星際科學可能帶來哪些新暗示？好，繫好安全帶，我們從頭開始。今年稍早，天文學家先是注意到一個目標，速度快得離譜，軌跡也不對勁，順藤摸瓜之後，才把 3ILS 這位外來者揪出來。和一般彗星不同，多數彗星會被太陽引力綁住，繞一圈還會回來，但它不是，它走的是一次性路線，穿過就走，絕不回頭。它的軌道幾乎等於在說，我不是從太陽系邊緣來串門的，我本來就在太陽引力勢力範圍外飄着，更可能是當年在另一顆恆星旁邊形成，後來被彈飛到星際空間。到了12月3日，XMM 牛頓望遠鏡把鏡頭牢牢鎖定這顆彗星，硬是連續盯了將近20個小時，非常扎實的一次長時間追蹤。當時它離望遠鏡大約2.8億公里，遠到誇張，但對 X 射線望遠鏡來說，依然能聞到它的信號。這次關鍵靠的是 XMM 牛頓的 EPPN 相機，它是整台天文台裡對低能 X 射線最敏感的主力偵測器，專門抓這種微弱訊號。結果一出來很漂亮，彗星周圍真的有一片微弱但很明確的 X 射線發光區域，不是噪聲亂跳，而是有形狀、有位置的信號。在處理後的圖像裡， X 射線很少的地方是藍色，靠近彗星周圍卻變成紅色。意思很直白，這一區的輻射明顯增強，像一圈淡淡的高能光暈。但重点來了，這光不是反射陽光，也不是它內部自己發熱冒出來的那種亮。真正的舞台在揮發，也就是彗星外頭那團氣體與塵埃的包裹層。X 射線是在那裡生出來的。當太陽把它越烤越熱，彗星核裡的揮發性物質就像汽水開蓋一樣開始逸散，噴出一團團氣體雲，把揮發越撐越大。接着這些中性氣體分子一旦撞上太陽風，那股從太陽不斷往外吹的带電粒子洪流就會觸發一個很關鍵的過程，電荷交換。在這個互相交換電荷的瞬間，電子在粒子之間跳來跳去，能量就會以 X 射線的形式被釋放出來，像打火石擦出火花，只不過火花是高能光子。這種機制其實不是第一次見，以前我們在太陽系本地彗星身上就觀測過，只是發生在星際彗星上，就完全不同等級了。它之所以特別吸睛，就是因為 3ILS 是星際來客，它的材料很可能在一個和太陽附近完全不同的溫度、輻射、化學環境裡形成，等於是帶着外星工廠的原料樣本來給我們看。而且不止 X 射線，天文学家也用其他波段同步追蹤它，等於是多支團隊從不同頻道一起監聽。比如紅外光譜已經抓到它釋放的水蒸氣、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氣體訊號，告訴我們它真的在呼氣，真的在活動。而 XMM 牛頓提供的是互補視角，它不只是點名你有哪些分子，更關心的是這些氣體一旦進入太陽環境，跟太陽風怎麼打交道，怎麼發光，能量怎麼被激發出來。這也是為什麼 X 射線很寶貴，
它能提供光學、紅外望遠鏡很難甚至根本拿不到的那部分情報。光学和紅外很擅長看塵埃，看比較重的分子，但 X 射線對氫元素特別敏感，尤其是氫、氮這類看起來不起眼卻非常關鍵的元素。偏偏這些氫元素對彗星化學甚至行星怎麼形成都至關重要，可用傳統觀測方式，它們常常像隱形人一樣，很難直接看見。所以科學家就用一個間接辦法，看它跟太陽風作用時發出的 X 射線強弱與特徵，倒推這些元素是否存在，比例大概多少。對星際天體來說，這種能力更是關鍵中的關鍵，因為我們只有短一段時間能觀測，必須用最有效率的手段榨出最多信息。回想2017年第一個確認的星際訪客奧陌陌，就已經把大家的認知翻了一遍。他來的突然，走的也乾脆，還留下滿頭問號。他沒有明顯的塵埃揮發，看起來不像彗星，可他穿越太陽系時卻出現一段難解釋的小幅加速，好像被什麼輕輕推了一把。其中一個解釋是，它可能含有比較奇特的冰，比如氫冰或氮冰。這些冰升華時不一定會帶出明顯塵埃，於是你看不到揮發，卻仍然能產生推力。可惜奧陌陌早就飛得太遠，遠到我們望遠鏡也追不上，所以這些推測當時沒辦法直接驗明正身。而 3I Atlas 就像是補考機會，同樣是星際來客，但它給了我們更清晰、更可操作的觀測窗口。跟奧陌陌不同的是，真的會噴氣，會形成我們能測到的揮發。這就等於把線索主動擺在你面前，這也讓我們有機會詳細研究它跟太陽風的互動細節，並進一步檢驗氫、氦、氖這類氫元素是否在它的活動裡扮演關鍵角色。當然要說清楚 ，XMM 牛頓測到 X 射線，並不等於馬上證明奇異物質真的存在，它不是一錘定音的證據。但它能做的是劃定範圍，哪些原子更可能參與，各自貢獻比例大概怎樣，會被這些 X 射線特徵約束住。只要把 X 射線輝光的亮度、分布形狀隨時間怎麼變化，通通拿去做模擬比對，科學家就能推斷揮發裡最可能有哪些元素在主導發光。還有一個更厲害的招數，拿來對比，因為太陽系本地彗星過去也做過 X 射線觀測，它們的輻射模式我們相對熟悉。等於是有一份參考答案，把這份參考答案跟 3I Atlas 的數據對照，就能評估星際彗星是不是跟太陽系彗星差不多，還是說它們其實屬於另一種不同環境鍛造出來的獨特族群。一旦差異是穩定持續的，那就很震撼，這等於暗示銀河系其他地方的行星系統可能會產出化學性質明顯不同的小天體，跟我們太陽附近的配方不一樣。所以這件事的意義絕不只是又觀測到一顆星體這麼簡單，它牽扯的是更大的宇宙樣本庫。星際天體幾乎就是別的行星系統寄來的實物樣本，我們沒辦法直接飛去那邊採樣，但它自己跑來，我們當然要把能量榨乾，借此窺探那些遙遠環境的真實面貌。而到目前為止，真正被確認的星際訪客也才3個而已，少到可憐。所以每一個都珍貴的像限量版，也因此每一次觀測都像一次難得的考試機會，錯過了就可能要再等很多年。XMM 牛頓這次拿到的數據也推動了多波段聯合作戰的方向，把光學、紅外再加上 X 射線拼在一起，才有機會拼出更完整、更立體的星際物質畫像。同時，它也再次提醒我們，X 射線天文學不只是在研究黑洞才有用，在行星科學裡，它的存在感正在快速上升。畢竟 X 射線望遠鏡當初的本業是用來追黑洞、中子星、超新星、遺跡這些高能怪物的，但它們如今在彗星研究上也能打出漂亮戰績。這說明這些儀器不只看得見高能爆炸，也能捕捉太陽系內外那些看似低調卻很關鍵的相互作用細節。接下來，隨着3I Atlas 更深入內太陽系，最後又要飛回星際空間。如果我們持續追蹤，就有機會看到它的活動如何改變。噴氣會不會更強？
結構會不會更明顯？而氣體釋放量與太陽風作用強度的變化，三座一天會進一步告訴我們，它的成分在太陽加熱下怎麼被逼出原形，哪些物質先出來，哪些後出來。往前看，未來的新一代巡天計劃有望更早發現，也更頻繁抓到星際天體，讓這種突然闖入的事件不再那麼靠運氣。一旦能更早發現，科學家就有更多時間排兵布陣，協調各台望遠鏡一起上。到那時 ，X 射線觀測就可能從中了大獎才做得到，變成星際研究的常規配備。當樣本變多，研究人員就能更清楚判斷，像3I Atlas 這種到底是少見的怪胎，還是其實只是更龐大的星際碎片族群裡很正常的一員代表。XMM 牛頓這次對3I Atlas 的 X 射線觀測，等於證明了一件事兒：我們現在能用過去想都不敢想的方法來研究這些星際訪客的真實面貌。把 X 射線數據和其他觀測拼在一起，科學家就更有機會理解來自其他恆星系統的物質在太陽環境裡會怎麼反應、怎麼變化、怎麼說出它的來歷。就算它只是匆匆過客，停留時間很短，它仍然能丟下一串關鍵線索，指向更廣闊的銀河系，也指向星際天體在宇宙裡到底是怎麼飄、怎麼跑的。